哎呀，果然是给他们找到了。苏先生，如此厚赠，愧不敢当，在此谢过。小小游戏，不必客气。其他人呢？还在找吗？可不是嘛，我本想叫他们，可是春兄不让，我们只能悄悄地回来。哦，没想到春兄还有如此童心。随殿下来的那位姑娘，看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。怎么？可有冲撞郡主？回来路上碰见那位姑娘在南厢房寻宝，一举一动都甚有章法。春兄就扫了一眼，便说她懂得奇门机关之术。乐谱他是找不着了，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别的宝贝。春兄请，多谢苏先生。姐，你们也太不厚道了，找的也不说一声。要不是那个黎刚大哥过来通知我们，我们还在那儿傻翻呢。那是我的。我说玉京会不高兴吧？是有点。怎么了？这都是飞流的藏品，里面全是他的宝贝。哦。哎呀，这个小鹰怎么坏了？这是被谁翻出来的？都怪我不小心，打坏了飞流的宝贝。好，这样吧，我去京城搜罗些好玩意儿，给飞流送上一大箱子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哼，都怪我平时把这个孩子宠坏了，还望殿下见谅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是属下失礼了。苏兄，现在都4月天了，正是花期繁盛之时。我约了景睿，明天去踏青，你也一起来吧。我这身子一到春天就软绵无力，不想动弹。唉，也罢，那我去折一枝春色回来，供苏兄赏玩。告辞，慢走。宗主，招待了大半日的客人，您还是进屋歇一会儿吧。你以为人都走了？还有谁啊？你们两个前门出，翻墙进，速度还真快啊！你今天怎么敢当着夏春和秦般若的面玩这个游戏啊？啊！哎，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呐！那秦般若和夏春可都是出了名的机关高手，你就这么让他们随意的漫园子乱找啊？这个游戏我就是为他们而设的。秦般若和夏春两个人都发现不了的暗道，那才叫真正的暗道。哎呀，这条暗道是通往靖王府的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呀！这条暗道是我专门改建过的，就算让夏春翻出来，他也只能看见一间密室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呢？哦，也是啊，你办事周全，没问题。王大哥，啊，密道已经建好，想不想跟我走一趟，
去靖王府一游啊。好啊。哎，暗道里太阴冷了，把这个拿着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大统领，你就这样陪兄长过去，万一靖王问起来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你要如何回答？啊？他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知道呢。他知道我们俩有来往，但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渊源。如果今天我带着你从京城这条最隐秘的通道走出来，换作你是靖王，你是不是也想问个清楚，查个明白呢？那我们就说你帮过我，我为了报恩，不行啊！哎，有了，说我受你威胁，我没办法，我才陪着你。你以为他是你啊？这么好骗？哎，你是禁军大统领，大梁第一高手，掌管5万禁军，会轻易的对一个谋士俯首帖耳吗？若非推心置腹，信任无间，我又怎么可能把这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密道告诉你呢？小叔，哎呀，我看你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其实就是……我最怕的就是这个。日后我们和景琰的来往会越来越多，我恳求二位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绝对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好奇梅长苏的园子修建成什么样子，才闹着要跟我去苏宅看看，没想到居然是去探查人家房子的隐秘。怎么不早跟我说实话呢？我总是觉得梅长苏在这个时候改建他的园子，并非单单只是为了景致。就算不单单是为了景致，又能怎么样？大不了设几个机关，造几间密室跟暗阁，与我们又有什么妨碍？他是能把宅子造得固若金汤呢，还是能够藏兵百万呢？我原本是真心诚意要去祝贺他新居的，被你这么一弄，倒像是我别有用心似的，这让人家怎么想啊？殿下这么一说，确实是般若错了，还请殿下责罚。责罚倒也不必了。原本就是梅长苏自己提议要玩游戏的，也不是你说的。现在回想，他这么做多少还有点试探跟避嫌的意思。本王要是当时就领悟了，必不会放你出去。都是般若心胸太小，连累殿下了。你出去也有半个多时辰了，可在园子里探查到什么？正如殿下所说，有暗室，还有几个暗阁，里面皆是朝中重臣的资料，十分详尽。由此看来，梅长苏想要介入朝局，起意已久，倒不是被琅琊阁的断言所迫。这是自然的。琅琊阁所言乃是评语，又不是预言。若非这梅长苏既有介入朝局之意，又有掌控朝局之才，琅琊阁也不会凭空报出他的名字来。殿下之见识，却非般若所及，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点。你呀，这般聪明，只需再把格局放开些，本王便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你之处了。小叔，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呢？如果你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靖王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加坏事。怎么会呢？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配合你了。是。靖王现在的夺嫡心志还算坚定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听得进去。即使有些计划和行动有违他的本意，他也从来都没有拒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
因为他心无杂念，他只需要考虑我所做的一切对夺位是否有利就行了。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他不用太过在意。可是，一旦当他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，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，必定会先设法保全我。如此百般顾虑，又怎能成事？你应该最懂我的意思。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有许多事情都会忍不住去在意，对不对？兄长，霓凰并非有心添麻烦。即使不告诉他，我反而轻松些。毕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太熟悉了。以梅长苏的身份，无论谋划什么，我都更自在。可是那天，明明你也是恼怒的。哪天啊？四炮房爆炸那天，靖王居然以为是兄长为誉王出的主意，我当时一听就发火了。兄长虽然表面不在意，可心里还是生气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他那样看待你，你当然应该生气了。他那样看待梅长苏有什么不对？夺嫡之路步步凶险，如果我们情绪不稳，思虑必会出错。一旦走错一步，有多少人的命会跟着搭进去？兄长的苦心，霓凰懂了，以后做事会小心一些的。其实靖王知不知道也没什么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没错，靖王不知道没关系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来照看你。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，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？南楚质子，听说过。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？近日京中来了一个南楚贩运皮货的商队，在洪秀昭跟姑娘聊起了当年旧事，好像跟宁国侯府有关。确有此事。当年溧阳姑姑跟一位南楚质子日久生情，这桩风流事还曾经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的。真有此事啊！是啊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南楚质子离开之后，溧阳姑姑就突然下嫁给了当时上是低阶军职的谢玉，而这位谢大人几年之内就擢升为1等军侯，凭借着皇亲的身份，跟赤焰军议案，成为了父皇的宠信。这位谢侯爷还真是有本事啊！那此事之后再无人提起了吗？长辈们的陈年旧事了，谁还好意思提呢？谢玉是东宫的第一心腹，又是殿下最头疼的敌手，我们总要抓住他什么弱点才好。姑姑嫁给谢玉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，不过无论当年有什么内情，她也嫁了20多年，生了3个孩子了，恐怕很难再从她身上翻起什么风波去对付谢玉了。要拿下谢玉，谈何容易？那个南楚皮货商的话，听起来颇有些奇异，也许殿下会很感兴趣。说来听听。萧景睿，虽然兄长会责怪于我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：靖王太不善权谋，不懂机变，要扶他上位，兄长实在是太辛苦。他现在的这些缺点，在上位之后就是可贵之处。我们大梁什么时候去过刻薄多疑、只会玩弄权术的皇帝？
陛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有时候也确实让人看不下去。以前陛下也多疑，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。最可叹的是太子和誉王，好的不学，偏把那些玩弄人心的把戏当成是治国的宝典。二位身在中枢，自然看得更清楚。这些年，朝中文不思政，武不思战，个个都在揣摩上意，顾全守卫。幸好大梁底子尚厚，可以勉强支撑。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，恐怕会国力日衰，难以保境安民。一说到这些，我这心就像被油滚过一样。记得当初齐王殿下在世，整肃朝纲，积浊扬清，朝中哪有如此的景象？只可惜，梅岭之后，当年齐王府的英才四散飘零，能侥幸活下来的，要么变了心智，要么难以出头。要说谁还能保有齐王哥哥当年的风骨，也就只剩下靖王一个了。谨言从小在齐王兄身边受教，自然与众不同。虽然按照现在朝中的风气，扶他上位难了些，可一旦成功了，凭他坚定的意志，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察忠奸、精明公允的好皇帝。既然兄长相信，我也相信，靖王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。有你看着他，想不好都不行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有很多事情，他不能和我一起承担。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，骨髓里头渗着毒。那些阴险歹毒的事情，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。我一定要保住景琰身上那份赤子之心。惠妃姐姐还是要按照上次的方子服用，现在可不比年轻的时候了，这腰上的老毛病可不能大意。哪里是我自己愿意折腾这把老骨头？那皇后娘娘近来整治内宫，正是风口浪尖上，我岂敢稍有怠慢啊？你听说了吗？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。南楚？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？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。可是咱们有皇子啊。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。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，陛下可是有了主意？倒没有定那么快。只是这个敌国公主，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贤达。你说这要真娶过来，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。还有啊，什么太子、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，自然是不会考虑的。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。说不定是我们家景婷，也可能是景礼，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。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。再说了，还得太长太补合得上八字才行呢。说的也是，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，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。
有人敲门。敲门，快扶我起来！苏先生，打扰了。殿下，上是凌晨，天色未明，本不应该这个时辰过来。请。苏某睡眠向来很浅，并不碍事。父皇命我去西山军营督察换防，天亮就得出发，3日后方回，所以只能惊扰先生的好梦了。殿下招之即来，是苏某的本职，何谈惊扰？殿下有何急事，但说无妨。昨日我获准入宫，母亲提到南楚要遣嫁公主入京的事。看来静嫔娘娘是不想让这个桃花运落在殿下的身上。苏先生推论的不错，那么可有迫切的安排吗？楚人最信占卜之术，定亲之前必定会找太常太卜仙鹤八字。只要殿下的八字与南楚的公主不合，即使皇上选中了你，南楚那边也不会同意的。太常里居然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。听命谈不上，只是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。苏先生最初入京时，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累，被太子和誉王两方督促而来。但如今回头看，先生你未雨绸缪，倒像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。匡扶天下，素来是男儿之志。苏某自恃有才，不甘心委身于江湖。若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，又怎么会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条捷径，而一心一意要奉殿下为君上的？这也是一直我没有想通的地方。没有想通什么？你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，为什么会如此心志坚定地选择了我？难道真的是为了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能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？为什么不呢？苏先生如此关爱庭生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以前你是不是认识我皇长兄？齐王殿下，苏某年少的时候，的确是想过要在他的麾下施展宏图抱负，只可惜这个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了。姐，别叫了，不能斯文点啊，总是这么毛躁。干嘛呢？绣花呢？我是学不会了，你姐姐还有可能。什么事啊？说吧。这个朝廷刑部换死囚一案的诏书下来了，这是底报，想不想知道？怎么处置的？快念。哎，你以前对这种朝局纷争并不是很感兴趣，怎么现在都想知道了？以前是因为没有在京城，现在该知道的还是得知道。快念吧。吏部尚书何敬忠结党谋私，免去尚书一职，念其谋侍卫亲子，则降至越州为内吏。其子何文新收监执行原判。刑部尚书齐敏草菅人命，渎职枉法，夺之下狱，判流刑。刑部涉案官员15名一律同罪。可誉王在朝廷6部中，使得心应手的就这2部。谢玉用一个案子扳倒2个尚书，够狠。姐啊，
你平常总说我懒散不爱动脑子，所以呢，我最近认真的盘点了一下目前京中的局势，我觉得很奇怪。穆小王爷也会盘点朝局了，那你说说哪儿奇怪了？你看啊，太子这边输了朝堂辩论，没了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，自己还被禁足在龟甲宫中。誉王这边呢，钦帝案倒了一个庆国公，皇后在宫中更受冷遇，现在又没了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。人家都说此消彼长，可他俩斗得如火如荼的，光见消了也没见长哪儿去，是不是？挺奇怪的吧？真没看出来，是有长进了啊，盘点的不错。只可惜太子和誉王就没你这份闲心，静下心来算这笔账了。可不是嘛，刑部和吏部2个尚书的位置出缺，他们一定拼命的争抢。可是退一万步来说，谁上去了都不能让对方的人上去。我觉得现在啊，最头疼的应该是皇帝陛下。陛下，靖王殿下求见，说您派的差事已经办结，特来回报。让他进来吧。宣靖王进殿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回禀父皇，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2营换防完毕，一切顺利，并无异常。呈上捷报。好，你辛苦了。父皇看起来有些疲累，是不是没有休息好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因为这个换囚案，现在吏部和刑部真是一团乱，让朕好生头疼啊。尚书之位空缺，难免会影响2部的日常事务，待新尚书履职，自然就好了。哪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啊？吏部还好说，不过只是撤掉了一个何敬忠，机构运行暂时还没有问题。但是刑部涉案官员甚多，这一下子就端掉了半锅，朕可谓是乱得一塌糊涂。那父皇就尽快定下主事之人吧。就是这个主事之人不好定。景轩和景环为这个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，让朕实在是难以决断呐。景言，你觉得何人来代理刑部更合适啊？父皇知道，6部之事，儿臣从未沾手过。若不是上次奉旨主审钦帝案，只怕一个都不认得。哪里会知道谁代理刑部合适呢？你刚才说钦帝案，朕倒想起来了，当时那个结案的文书写得不错，那个主笔叫什么？刑部主司蔡全。对，蔡全，朕对他印象还不错。他，换囚案他可有被牵扯进来？这个儿臣不知。不过，依儿臣对蔡主司的了解，他并不是那种徇私枉法之人，应该没有卷进去吧？果然涉案的名单中没有他。好，高湛在，召蔡全觐见。是。好啊。
你说是谁？蔡全？是。宫中刚刚传来消息，陛下提拔这个蔡全为刑部3品左丞，代理尚书，要求他在1个月内恢复刑部的一切职能，并清理机务。这个蔡全是个什么人？哪里冒出来的？是东宫的人吗？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个蔡全原是刑部主司，此人性格执拗古怪，少有人缘，还真不是东宫设下的伏笔。这个人和户部的沈追一样，两边不靠。也许这就是父皇的用意，选一个两不相靠的人，免得我跟太子继续相争。既然陛下已有此意，应该总不是最坏的结果。无论如何，总比让东宫的人上去强。你再去查查这个蔡全，看看有什么办法笼络到咱们旗下来。是。以后遇事还是应该多跑几趟苏宅。换死囚这件事是我大意了，应该去找梅长苏商量。你看现在这个结果。好在太子背信龟甲宫，不许参与朝政。朝中还是以殿下为首的。换死囚一案切割得很清楚。皇上也没有责怪殿下，朝中大事依然询问殿下的意见。现在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，若是东宫再不起复，誉王殿下，您很快就是太子殿下了。议论有什么用？父皇若真有此意，他不会选蔡全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景轩当个储君就那么容易，为什么我萧景环就这么难？眼下东宫倒台，群臣对我一片顺意，可是父皇呢，却总是那么似近非近，似远非远的。蒙清，臣在。你听没听到有个传言，说朕很快就要废掉太子，册立誉王了？你怎么看？东宫乃国之储君，是非是利，都关系到朝局的根本。哪像外界说的那么轻松，所以臣听听也就算了，并没有细想。啊，誉王贤明在外，这也确实十分器重他。你觉得跟太子相比，誉王是不是更加像朕呢？臣没觉得，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。你呀，总是这么置身事外。朕白问了。高湛在，起驾吧。陛下，是回养居殿，还是去哪位娘娘那儿？哎呀，还是到后宫花园去走走吧。起驾。蒙清退下吧。下一队，分
周纯之前在我这里性格比较闷，被除夕夜内奸血案连累免职之后，更是沮丧。没想到，到了靖王府没几日，我看他开心很多。我这里没人管，没人问，兄弟们自在些。不过说起骑射的剑法，我们大梁子弟和北狄人比起来，还是相差甚远。北狄全民皆兵，确实如此。我听说靖王殿下前几年缴获过北狄王的一把双弦弓，甚是精巧，不知今日能否让我一观？这有何不可？战鹰，殿下，去我书房把我的北狄双弦弓拿过来。是。哎，不必了。殿下，这边这么多人，要是把弓拿出来，不免会被他们要求演练一番，到时岂不好收拾？倒不如我自己去看看。也是。那我陪蒙纳统领一起过去吧。岂敢！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让战鹰陪我去吧。也好，战鹰是。大统领请。高湛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新的药香？闻到了。陛下，墙那边就是静嫔娘娘的芷罗宫啊，那儿有一篇药谱，想必这香气呀，就是从墙那边飘过来的。静嫔，殿下，蒙大统领发现密室了。高湛，在。静嫔入宫也有20多年了吧？是。当年月瑶生下景瑜后，总是生病，拖了2年多也不大见好。林家担心，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，贴身调理。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都亲如姐妹。干嘛离朕那么远呢？过来，过来！你至于吓成这样吗？朕知道，你们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提起陈妃和齐王，怕犯朕的忌讳是吧？去，通告静嫔，接驾吧。是。边